我是瓜皮儿，欢迎收看闪电侠第4季第1期。闪电侠第3季回顾。白瑞打败自己的时间残留萨维塔，神速力也因此失去了控制，对着城市施展起了致命电疗。眼看城市面临摧毁，白瑞只身前往了神速力，凭借自己的凡躯扛下了神速力的惩罚。白瑞这一走就是6个月，这6个月艾瑞斯履行了对白瑞的承诺，继续前行，好好活着。沃利替白瑞肩负起了保护城市的重任。这一期间，实验室从不停歇，沃利全速追击着心灵传输者肖纳，速度再快也难敌瞬间移动。沃利吃了一口大瘪，幸亏乔及时赶到，一发电击枪将肖纳绳之以法。没有凯瑟琳，没有威尔斯，闪电侠小队仅凭4个人就当起了义警。就算是这样，艾瑞斯依旧觉得不够。他每天都会想起白瑞离开前说的话，这直接导致他变成了黑心老板，让员工无偿加班。希斯科思念白瑞的心也越来越强烈。朱莉安在胜利之后回到了老家继承遗产，警局一连失去了2员大将。艾瑞斯这半年来一直在尝试着去接受白瑞的死亡，却没曾想过身边其他伙伴的感受。深更半夜，一位日本武士飞到了沃利·希斯科面前，沃利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尝试和他交流，结果对方是他的老乡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把真正的闪电侠带来。希斯科和沃利压根儿没把他当回事儿，却没想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扬言要杀死城市所有人，而他看似拥有这般实力。为了保护城市，希斯科准备把白瑞带回来。这半年来，他没日没夜的研究如何救出白瑞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办法，艾瑞斯却不同意。在他心里，白瑞已经死了，希斯科得不到帮助，便找到了凯瑟琳。凯瑟琳在酒吧工作了数月，期间已经压制住了冰霜杀手。可这间酒吧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守规矩。得知希斯科的目的是救出白瑞，凯瑟琳瞬间心软，同意了希斯科的请求。隔天，大伙背着艾瑞斯来到了废弃机场，这个他们第一次训练白瑞的地方。凯瑟琳的加入让大伙信心暴增。希斯科的办法就是利用神速力大炮打开神速力的大门，再把充满白瑞的 DNA 的夸克球丢进去，让其代替白瑞遭受折磨。过程就出现了一点小瑕疵，白瑞并没有当场归来，反而是在城市的另一角，一道缺口打破了宁静，甚至连累到了路过的巴士。一道闪电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狂奔出来，满脸沧桑的白瑞光着腚就晕倒在地上。艾瑞斯怒斥所有人，直到乔接起了电话，所有人立刻赶到了警局。晕倒的白瑞被救到了警局，白瑞毫无规律的在墙上画起了看不懂的符号，开口第一句：诺拉不应该来这个时间线。大家误以为是白瑞思念母亲过度，紧接着白瑞开始胡说八道，每句话都极其的押韵。满腔神秘的符号加上白瑞满嘴的放炮，大家只能把他麻醉带回实验室。第一种可能就是白瑞的语言系统出现了混乱，表面上胡说八道，其实更有深层的含义。另一种可能就是白瑞在神速力中超越了时间，实际上被折磨不止6个月，也有可能是6万年，导致白瑞变成了疯子。白瑞醒来之后依旧是满脸懵逼，胡言乱语，在墙上画着诡异的符号，所有人都没了办法。艾瑞斯祭出了自己的必杀技 Need Talk 了几分钟，白瑞不为所动，甚至暴躁地施展起了自己的速度，连沃利都来不及阻止，靠着凯瑟琳才勉强控制了白瑞。就在白瑞被关进超能监狱的时候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又来了。沃利只能扮演闪电侠去迎战，可他毕竟还年轻，而且肤色摆在脸上，日本武士饶了他一命。如果黄昏前真正的闪电侠还不出现，他将摧毁整个城市。沃利被捅断了腓骨，起码4-5个小时恢复，等到那会儿天就黑了。希斯科和凯瑟琳终于破解了白瑞的话，却发现白瑞是24K 纯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其他含义。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，希斯科这半年来就是为白瑞准备好了全新战服，眼下看来是没有机会上场了。乔默默地给孩子刮去了胡子，白瑞扭头温柔一笑，立马开始胡说八道。转眼来到了黄昏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准时登场。为了唤醒真正的白瑞，艾瑞斯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他主动当武士的人质，理由是闪电侠一定会回来救自己。武士也好说话，立马带着艾瑞斯飞上了天。乔火急火燎地跑回实验室去找白瑞，把艾瑞斯有生命危险的事告诉了他。白瑞却疯狂单压 freestyle， 乔在门口苦苦哀求，瞬间白瑞清醒了过来，即便是超能监狱也没能困住他，穿上新战服就赶往了现场。闪电侠回归，白瑞跑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，终于成为了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没几秒就追上了刚刚离开城市的日本小武士。在真正的速度面前，武功全部都是复原。白瑞猛地发力冲上去救起来艾瑞斯，顺手折断了武士的飞翼。赶过去一看，日本小武士只不过是个机械傀儡罢了，是有人刻意算计了这一切，只为让闪电侠归来。白瑞恢复了正常，却忘记了自己几个小时前画的符号以及胡说八道。白瑞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感觉自己浴火重生，甚至为什么察觉艾瑞斯有危险都不知道。日本小武士的机械头颅被带回实验室研究，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凯瑟琳晚上特意去酒吧辞职，有些地方好进不好出，冰霜杀手人格瞬间爆发，制服了马仔，这才让凯瑟琳硬气的辞去了工作。某夜，一位 IT 巨头独自乘坐电梯离开，灯光一闪，100层高的大楼电梯开始失控，上下疯狂摇摆。一夜过后，巨头被甩成了肉饼。
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，白瑞精心准备了一份生命的真谛。在希斯科的帮助下，白瑞1秒就看完了《权力的游戏》。过后被拉到了犯罪现场，看着男人死无全尸，白瑞意识到了不妙。希斯科作为警局特邀的助手，立刻黑入了电梯系统。一片密密麻麻的代码让案情有了线索。回到实验室，希斯科开始破解代码的真相。在此期间，他给白瑞的战服全面升级，不仅仅是外观，希斯科在里面植入了数不清的高科技，比如抬头显示器，帮助白瑞定位罪犯，或者是叫外卖。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了外卖小哥拼命给沈内侠送货的镜头，不禁汗毛竖立。端起厚厚的说明书，白瑞看都不想看一眼。此时传送门突然打开，小伙伴们警戒地看着缺口，来者竟是吉普赛。他特意赶来和希斯科约会，但黑客的犯罪生涯并没有结束。另外一位 IT 巨头乘坐纯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，地中海罪犯亲自登场，黑入了电车的系统。白瑞立刻赶往了现场，靠抬头显示器立马找到了 IT 男。艾瑞斯建议白瑞把车带到路口左转处的空地上解决，白瑞却一意孤行选择了右转。他忽略了自己离开半年时间里这条路正在维修，眼看电车摆卖的速度直奔死路，白瑞拿起扳手，瞬间把整个汽车拆得七零八落。IT 男勉强存活，希斯科立马逃出了汽车上的数据库。果不其然，出现了同样的代码。凯瑟琳眼尖地发现了这个代码有点像 DNA， 整合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线索，罪犯是变种人。这边的艾瑞斯意识到自己和白瑞可能有了隔阂，于是两个人决定找直系大妈咨询下感情问题。白瑞拿起报纸，惊讶地发现这6个月里奥利弗陷入了身份危机。心理咨询的过程很顺利，另一边希斯科开始调查线索，他发现受害者全部都是 IT 巨头，却忽略了等着约会的吉普赛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突破口，一张2014年的合影，2名受害者全部都在照片之中，其他3位全部都是现如今的 IT 巨头，只有地中海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此时的地中海已经潜入了警局，黑了机器人，准备远程投弹，一举干掉侥幸存活的男人。手雷爆炸之际，乔呼唤了白瑞，不理会咨询师的意见，白瑞直接跑了出去，手雷瞬间爆炸，时间也凝固了。白瑞赶来抓住了所有爆裂开来的弹片，救了2人一命，代码依旧一样。希斯科找到了真相。2014年，4个人共同开发了一个流氓 app， 没多久他们就卖掉了软件，大赚了一笔。而唯没有成功的巨头地中海叫迪肯，他正在追杀其他3个人，下一个目标一定是照片中的女子。大伙决定暗中保护她。希斯科凯瑟琳想到了一招，用代码打败代码，殊不知他又忘了吉普赛。案件棘手，希斯科被迫取消了约会。吉普赛微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你忙吧。”吉普赛微笑地说：“没事，你妈逼。”沃利和乔暗中保护着女人，幸存的男人提姆也来到了女人家中，他警告女人迪肯来复仇了。咖喱吃多的女人毫不在意，迪肯都已经冲到了家里。提姆良心受到了谴责后，对迪肯道歉。咖喱女一副臭屁的表情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做的对，但她不知道迪肯已经有了超能力。身患糖尿病的咖喱女一直背着胰岛素，救她命的机器成为了夺她命的机器。听到不对劲的沃利立刻冲了进去，拿了一针葡萄糖中和了咖喱女的身体。提姆却被当成了人质，大家一筹莫展。希斯科回想起吉普赛的话，越想越害怕，感情纠纷影响了他的工作进度，找到吉普赛道歉，因为他深知女孩说没事就等同于宣布了男孩的死刑啊。在地球，今天是111节，是情侣专属的节日，所以吉普赛才会生气，但希斯科保证今天会好好补偿他。突然他想到111正是对抗肯迪的专属代码，也在此时肯迪强迫提姆把所有事昭告天下。根据电视信号，希斯科找到了定位，他也和凯瑟琳研究出了对抗他的药剂。既然他的 DNA 代码是2进制的1和0，那么他的药剂就是1+1+1，直接消除肯迪的超能力。闪电兄弟赶往了现场，迪肯也察觉到了闪电侠战衣里的各种特性。希斯科好心办坏事，白瑞的战服被黑入，一抬手，低配版钢铁侠的手炮直接轰向了沃利。沃利昏倒之后，白瑞直接变成了肯迪的玩具，白瑞连动都不能动，通讯设备被掐断。提姆趁机溜走，迪肯一分神，给了白瑞喘息的机会，拿起公用电话给实验室打了过去。现在战衣脱都不能脱。希斯科为了防止身份败露，给白瑞加装了锁死功能，一转眼白瑞变成了充气娃娃，这就是为了防止白瑞昏倒在水面上的功能。紧接着战衣就准备自爆了，这居然是希斯科为了防止白瑞黑化设计的功能。大伙想出最后一招，让白瑞绕圈圈丢闪电，把自己的战衣电到短路。一句必胜台词出口，白瑞猛地绕起了圈，一道闪电直接劈向了自己。短暂的昏厥之后，白瑞制服了迪肯。希斯科也按照约定给了吉普赛补偿。迪肯被关进了特制监狱，但他们并不知道典狱长也不是什么好鸟。幕后黑手正一步步地引导着所有事情的发生，仿佛每一件事儿都是在他的计算之内。他聪明到仅是一听就编写了第8交响曲未完成的部分。按照他的推算，
肯迪果然被关进了特制监狱，接下来只要安排其他11个人即可。男人第二个目标贝基，所有事情都按照男人的计划进行。贝基是一个极度倒霉的人，仿佛走到哪里厄运就跟到哪里，这恰好是男人利用他的优势。某天，贝基赶上了一班巴士，巴士上人不多，迪肯正是其中之一。随着一道光芒，巴士12个人的命运被全部改变。沃利兴奋地举着礼物和玫瑰等着传送门的另一边。杰西没来，威尔斯一个人来了。但杰西给沃利准备的留言，或者说是分手通知。地球2有个东西叫分手立方体，来自亚特兰蒂斯，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分手的。但是立方体坏了后半段的留言，全凭威尔斯的转述。警报突然响起，3家银行同时遭到抢劫。罪犯正是贝基。走下巴士那天，他拥有了超能力，聚集周围万物的运气于自身。凡是他路过的地方，周围的事物都会变得倒霉。钱还没带走，闪电侠就赶到，结果倒霉的工人打翻了一桶弹珠，白瑞脚一滑，摔出几米高。监控什么也没有拍到，只调查出了贝基的身份信息。随便一翻，发现这个女人生平除了倒霉就是倒霉。威尔斯科学地解释了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制造厄运，他管这叫量子纠缠，离散量子粒子相互连接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各位懂了吧？白瑞的高科技战衣有了关键的线索，贝基的衣服上还有大量的暗物质，他们只需要调查关于暗物质根源即可。乔的老宅子发生了一些故障，众所周知，美利坚在某些地方可是相当的贵，维修费用高达15000美金。有这样的钱还不如买个新的。乔线索的纠结，贝基这边吃日大餐，偶遇了出轨的前男友，厄运就这样降临到了前男友的身上，这一切尽在男人的掌控之中。希斯科和威尔斯开始调查暗物质的根源，两个天才之间产生了一些科技纠纷，白瑞赶来帮忙。等他们来到根源后，发现这里竟然是白瑞逃出神速力的地方，而那辆被连累的卡车竟然就是罪魁祸首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救了白瑞，也意外制造了一巴士的变异人。希斯科认为这是厄运的诅咒，威尔斯反而觉得这是科学能解释的。两个人又一次产生了科技纠纷。一天过去后，乔的老房子下水道漏水，各种倒霉的事降临到了众人头上。若不是房子里充满了自己和孩子的回忆，乔早就想换一栋新房子了。贝基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玩着刮刮乐。白瑞找了过去，想和他聊聊，将巴士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。贝基眼看自己身份暴露，周围的厄运立刻降临。白瑞还没回过神来，贝基已经离开了。白瑞也发现，只有接近贝基才会倒霉。老房子损坏，沃利被甩，这些只能算是单纯的倒霉，和贝基无关。但是倒霉的事情依旧没停。希斯科找到威尔斯求和，这才得知了地球2的事儿。威尔斯给女儿重组了后勤队，结果女儿因为忍受不了父亲的严厉，把创始人踢了出去。无处可去的威尔斯才来到了地球1。突然，量子力场的警报响起，贝基的厄运范围迅速扩散，半个城市开始跟着倒霉，就连天上的飞机都因为撞上了鸟开始坠毁。所有事情指向了一种可能，贝基碰上了前所未有的大好事。贝基这会儿在赌场赢了几百万，厄运影响粒子加速器，第2次爆炸随时可能爆发。天上的飞机加速器的爆炸摔晕在老房子的塞西尔，如果贝基继续赢下去，所有人就死定了。白瑞立马来到赌场劝说贝基收手，倒霉的他脚一滑，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意志手铐。威尔斯和希斯科全力维修着粒子加速器，白瑞只好戴上手铐，不使用超能力去劝服贝基。随着贝基越赢越多，其他人也变得更加倒霉。老房子各种故障，乔和塞西尔无处可逃，白瑞还被广告片压着动弹不得。威尔斯突然想出来一个办法，让粒子加速器爆炸，随着倒计时，加速器瞬间爆炸，所有人的厄运才立刻消除，飞机成功迫降。加速器爆炸所释放的电荷波直接中和了贝基产生的危险量子，威尔斯管这叫玄学操作。贝基被关进了特制监狱，威尔斯也决定留在自己的地球1的家，反正女儿暂时不需要自己。根据卫星的热感应，威尔斯调出巴士上一共有12个人，已经抓住了2个，还剩10个。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沃利消失了，因为沃利去了地球2找杰西讨个说法。2个人都认为应该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沃利打算离开城市，回到蓝国老家找个朋友，然后继续自己的英雄生涯，告别了家人。闪电小子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出现了。众人平静下来，威尔斯说出了自己的推断：日本小武士突然来到这个城市找闪电侠，紧接着逃出神速力的白瑞就意外创造了1巴士的变种人。这一切表明幕后黑手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，他刻意引导了所有事情的发展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的推理全在男人的掌控之中，因为这也是他的计划之一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